欢迎收听华瑞投银观点。现在市场上所有的投资人几乎都把 AI 当作是这轮牛市的唯一救命稻草。只要提到 AI， 大家想到的就是辉达不断创纪录的财报，云端巨头们无止境的资本支出，还有那种不进场就会被淘汰的狂热。但就在大家沉浸在 AI 带来的繁荣幻象时，野村证券最新发布的研究报告却冷不防地向市场抛出了一个巨大的炸弹。野村指出，一个隐藏在债券市场的灰犀牛正在逼近，而这只灰犀牛的推手竟然就是我们最看好的那些科技巨头。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些云端巨头过去几年支应 AI 投资的钱是从哪里来的？过去他们靠的是口袋里花不完的现金，也就是所谓的营业现金流。但野村证券观察到一个极其危险的讯号，部分科技巨头的 AI 投资规模已经开始超过了他们赚钱的速度。换句话说，这些常年不缺钱的科技公司现在必须大规模发行社债来借钱养 AI。 这听起来似乎没什么，企业借钱发展不是常态吗？但野村证券警告，当这些富可敌国的企业开始大规模涌入债券市场筹资，将会引发债券供应量的剧烈膨胀，进而直接冲击美国10年期国债的供需平衡。野村证券的核心观点非常明确， AI 投资不再只是股票市场的利多，它正在转变为债券市场的利空。野村证券指出，随着 AI 投资规模的急剧扩大，科技巨头们原本充沛的资金余裕感正在快速消失。最直观的影响就是，为了支应昂贵的数据中心、电力基础设施以及半导体采控，这些被称为超大规模云端运算业者的公司正被迫增加社债发行量。这种资金调达需求的扩张会透过恶化整体债券市场的供需结构，间接对美国10年期国债殖利率产生强大的上行压力。野村证券预估，这种由 AI 驱动的债市恶化将会是未来几年宏观市场最需要警惕的风险之一。首先， AI 投资规模正快速扩张。野村统计亚马逊、Alphabet、辉达、甲骨文、博通、微软与 Meta 7大科技巨头资本支出，发现2024年后 AI 相关设备投资呈爆发式成长，预计2026年后占 GDP 比重将持续攀升。华瑞认为，这代表 AI 竞争已进入重资产时代。过去软件公司被视为轻资产企业，但 AI 背后的算力、资料中心与电力需求正在改变科技公司的财务结构。更值得注意的是，野村指出，这些企业的营业现金流资本支出比率正在恶化。过去 AI 投资主要依靠内部现金支应，但如今部分巨头投资规模已超越现金流，迫使企业透过发行社债筹资。华瑞认为，这是一个重要转折。当科技巨头从现金供应者变成资金需求者，他们将开始与政府国债竞争市场资金，进而推升债券市场压力。野村模型显示，美国国债与社债总额占 GDP 比率每增加 1%，10年期国债殖利率约上升1个基点。单看影响有限，但 AI 投资以兆美元计算，长期累积效果不可忽视。目前 AI 企业 ROA 仍高于融资成本，因此短期内不会停止投资，但这也可能形成风险，因为企业可能选择持续借贷扩张，进一步增加债市供给压力。此外，野村提出2项市场忽略的风险。第一是联准会资产负债表与期限溢价的关联。过去联准会购入短期国债，间接降低长期债券供给压力，支撑长债市场。但若 AI 投资推升通膨，使联准会停止资产负债表扩张，长期债券供给压力可能重新浮现，推升期限溢价。第二是投资组合再平衡效应。过去股市上涨后，养老金与保险公司会卖股买债，形成债券支撑。但若 AI 投资被市场质疑，科技股下跌时，这种股转债需求可能减弱，造成股债双杀。华瑞认为，过去股跌债涨的避险逻辑未必适用于 AI 高资本支出的时代。面对这项债市灰犀牛风险，华瑞认为，投资人需关注3点。第一，不要再假设科技巨头永远现金充裕，应密切观察资本支出与营业现金流比例。若长期超过 100%， 企业可能从利率受益者转为利率敏感者。第二，市场风险可能从通膨转向长期利率。即使通膨下降， AI 融资需求仍可能压制降息空间，长天期债券 ETF 将面临结构性压力。第三，
投资人需要重新评估 AI 热潮背后的资金来源。真正的风险可能不是 AI 没有成长，而是成长速度太快，迫使全球资本市场承受前所未有的融资压力。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观看，希望今天的内容对您有启发。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内容，欢迎追踪华瑞。若您对加入华瑞有兴趣，或是想要与我们进一步联系，欢迎随时与我们联络。